今日係5月19號嘅夜晚10點幾啊！睇翻張單呢，原來已經1月13號落咗 full pay 咗呢一隻錶嘅，足足等咗4個幾月，終於都到手啦呢一隻錶。非常之有話題嘅一隻啊！估唔到咧，第一隻嘅 El Primero 嘅手錶咧，就係呢一隻咁特別嘅一個限量版。有咩錶足足值得要等4個幾月呢？我諗玩開錶嘅朋友咧，對手錶有啲認識咧，應該都聽過呢一隻 Zenith 同一個日本嘅漫畫啦，日本嘅卡通啦，魯邦三世啦。以前香港個譯名就叫做雷朋三世嘅一個手錶。咁呢一隻其實就已經係出到第3代啦，之前亦都出咗第1代、第2代啦。咁今次佢都講到明係最後一隻噶啦，最後一個 edition 噶啦。亦都呢一隻咧，其實就250嗰個限量嘅啫，250隻嘅啫。咁第一睇一個盒先啦，反而個盒咧其實就冇特別做到一個卡通嘅一個造型，反而就用翻一個藍色嘅盒啦。我諗大部分Zenith嘅盒應該都係一個藍色嘅。咁佢個面層就做咗一個裝飾啦。咁個裝飾就和應翻同個錶面咧嗰個切割咧個角度係一模一樣嘅，都幾有心思嘅呢一個。咁嗰個面咧其實就可以打得開嘅。咁拎開咗咧，其實就會見到嗰個本身個錶盒啦，一個旅行裝嘅錶盒，同埋一個抹布嘅。咁我攞隻錶出嚟啦。咁佢本身咧就係跟咗一個咁嘅旅行裝嘅一個盒嘅。咁基本上個包裝就係咁簡單，一個旅行裝嘅盒啦，同埋一塊布啦。咁好多牌子其實都開始用咗呢一個旅行裝嘅一個方式啦，收納嗰個錶啦，都幾細心嘅呢樣嘢就。咁我哋就再攞隻錶出嚟睇一睇啦。嗱，喺呢個時間其實已經係夜晚10點7噶啦。5月19號攞到隻錶啦。之所以咁夜都要拍呢一條片咧，夜晚10點8啦就嚟，都要拍呢條片就希望咧我可以成為 YouTube 第一個啦，叫做亦都係有諗廣東話第一個啦，第一個將呢一個魯邦三世嘅第3代咧放上去做一個好快嘅 review 嘅。咁今日唔會講得太過詳細啦，都係好快咁俾大家睇一睇翻隻錶啦。因為可能好多朋友連實物嘅錶都未睇過嘅。咁當時買嘅時候，其實就1月份啦。1月份其實Zenith嘅鋪頭咧，亦都有翻一隻嗰個錶俾我哋參考啦，先至去決定去俾錢買嘅。咁可能好多朋友都錯過咗呢個機會啦。咁我都希望盡快咁拍一條片俾大家睇一睇啦。好快咁講翻嗰個背景啦。咁其實就係1969年啦，佢哋 Zenith 咧就首次推出呢個 El Primero 嘅一個款啦，我哋叫做 A384啦。而呢一個日本嘅漫畫啦，魯邦三世又好，雷朋三世又好，睇下你中意點樣叫啦。就大約喺1970、71、72定73咧嗰陣時咧就畫咗一個漫畫。嗱，呢啲資料我未得閒去核實啦，我之後會再拍一條片去詳細去講翻呢一隻手錶。咁今日希望俾大家好快嘅一個概念啦。咁雷朋三世啦，或者魯邦三世啦，就1972定73，我唔記得咗。咁就喺個漫畫入邊咧，其實就致敬咗呢一隻 A384嘅一個手錶。咁當然喺個漫畫入邊佢唔會有嗰個 logo 名啦，但係明眼人一睇就會認得出呢個係 A384嗰個樣嚟嘅。咁而雷朋喺嗰個漫畫入邊咧，其實佢用咗一個黑面灰呢個 style 咧去做啦。亦都因為咁咧，喺大約2016定17左右啦，咁阿 Zenith 就睇中咗呢個機會啊。其實當年咁多年前有個日本嘅漫畫咧，
致敬咗呢一個款啦。咁佢哋亦都真係咧同翻呢個漫畫做一個合作，出咗一隻第一代嘅錶啦。咁第一代其實就黑面啦、灰圈啦。咁當時就只係日本發售嘅啫，就淨係得50隻嘅，淨係日本發售。咁基本上都冇，一般人都唔會買到噶啦。咁直到去應該19年定18年出咗第二代啦。第二代就係一個白面黑圈嘅。白面黑圈我未認真去揾個原因係點解，但係印象應該唔關個漫畫事、個卡通事嘅，就係白面黑圈啦。咁當時頭兩隻應該就用鋼去做嘅。咁去到2021年尾到啦，佢哋就公布咗第3代嘅版本啦。呢個我而家手上拎住嘅就係第3代嘅版本啦，亦都係話佢哋最後一隻出㗎啦。呢個版本亦都唔會話再有呢個合作㗎啦。咁第3代嘅版本咧，佢就好聰明地將第一代嗰個樣咧同第二代嗰個樣咧做一個切割，咁樣俾你睇得翻頭1、2代嗰個樣咧，就係咁嘅誕生嘅。所以亦都因為咁咧而做咗一個斜面嘅切割嘅，非常之獨特嘅一個設計。我諗都冇乜錶廠會咁大膽去做呢樣嘢。咁亦都因為咁咧，令到呢一代咧就更加有話題性嘅。咁呢一代就出咗250隻啦，就全球發售啦。咁我呢度就手頭上第一隻啦，亦都係澳門區派發到嘅，暫時係第一隻，咁就俾我攞到啦。咁我亦都第一時間希望今日漏夜我都會拍俾大家睇。條鏈咧其實亦都係跟翻嗰個 A384啦，當年啦。咁個錶帶其實就有一間當年就揾咗一個專登做錶帶嘅一個廠去設計嘅。咁我今集都唔講咁詳細咯，希望留翻下一集詳細去講啦。今集就主要俾大家睇一睇呢個魯邦3世嘅一個 overview 啦。成隻錶咧，今代個主要分別就係全隻錶都用咗 titanium 嘅，係輕到唔識形容啊！我諗第一次攞上手嘅朋友咧，應該會覺得有啲誇張嘅，即係佢有啲感覺上點樣講咧？佢感覺上成隻錶咧，好似仲輕過一隻 Panerai 嘅44mm Lumina 嗰啲啦，個錶頭啊，淨係錶頭好似都感覺上重過成隻錶咁。咁亦都因為佢用咗呢一個我哋叫做樓梯嘅一個梯級嘅一個 bracelet 啦，嗰個鏈啦，亦都令到隻錶係好輕好輕。咁亦都好快咁帶上手俾大家睇一睇。條鏈我就未特別校翻嘅，係啦，我唔扣啦。應該冇記錯係37mm 嘅，咁我有個磅嘅其實，咁我下一條片可以亦都磅一磅下佢有幾重，俾大家一個概念。咁完全係一個1969年嘅一個嗰個年代嘅味道啦。依家睇就偏細咗少少嘅，其實就，但係成隻錶都非常之靚。估唔到我第一隻嘅 El Primero 嘅錶咧，反而就係呢一隻咁獨特嘅呢一個特別版。咁亦都用咗呢一個機芯，個機芯我要認真去研究一下先，因為唔知係咪用翻最 original 嗰一個款式嘅，但係就肯定係應該同 A384嗰個復刻版啦一模一樣嘅機芯嚟，亦都俾大家睇一睇個計時啦。好，咁今日個片就去到呢度先，我都唔想條片太過長，我都希望盡快依家即刻做啲 editing 剪接，就即刻放上網啦。咁我哋係下一條片我會詳細去再介紹嘅，咁記得密切留意啦。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大家掛住買錶嘅同時，有冇投資 crypto 嘅產品呢？ CoinUnited.io 係亞洲最大嘅加密貨幣平台。依家喺 CoinUnited.io 度開翻個加密貨幣錢包，支援超過10萬種加密貨幣。呢個錢包同時提供高息活期同埋定期存款，部分加密貨幣嘅存款年息更可以高達25%，連最近好 hit 嘅 NFT 都一樣可以交易到。
客戶服務嘅支援更加係全天候24小時，夜闌人靜嘅時候睇完我啲影片之後，都一樣有客戶服務嘅支援。開 account 嘅時候記得入埋邀請碼 Watch Cataflog， 你就會得到30蚊美金等值嘅 Bitcoin啦，賺多啲錢咁咪可以買多啲錶咯。